第168章古特冰灵寒泉。听着从萧炎嘴中蹦出的名称，弗兰克与奥托明显是愣了一愣，旋即满是惊异的道：小家伙，这冰灵寒泉可是极为稀少的天才异宝啊，而且以你现在的实力，似乎根本不可能需要那种东西吧。萧炎笑了笑，有些含糊的道：我的确很需要这东西，两位大师，你们可知道他在炼药师公会可曾有人拥有？如果谁有的话，我可以花高价与之交易。高价？萧炎，你可要知道，冰灵寒泉可不是光用金币便能衡量的奇珍，而且就算别人有这东西，那也很难拿出来与人交换。弗兰克摇了摇头，说道：哼，这我自然知道，还请两位大师帮忙查上一查，若是真的有人拥有的话，我或许可以拿出让他满意的东西。萧炎笑着点了点头，颇为客气的道。见到萧炎坚持，弗兰克老眉皱了皱，然后与奥托对视了一眼，无奈的点了点头。你等一下吧。奥托站起身来，对着萧炎说了一声，然后转身走进了书房的内侧。这老家伙是黑岩城炼药师公会的副会长，虽然平日极为懒散，少有管理公会事务，不过这种负责交易的东西一般是他出手。弗兰克目送着奥托行进后屋，对着萧炎笑道，微笑着点了点头。萧炎手掌轻轻地搭在椅背之上，手指却是不由自主地轻轻敲打着，看似平静的脸庞上也是隐隐有着一抹迫切的期待。缓缓地端着茶杯，浅浅地抿了一口，弗兰克随意地抬了抬眼，望着萧炎那强装的镇定，心中不由得有些疑惑，那冰灵寒泉对他真的很重要。在安静地等待了好半晌之后，奥托这才抱着一本厚厚的古谱书籍从内屋中走出，将之轻放在桌面之上，转过头来对着萧炎摇了摇头，无奈的道：抱歉，我找过加玛帝国内最新记录的一次交易存货，并没发现有谁拥有冰灵寒泉，那东西实在是有些稀少，而且他对保存的需求也是极为的严格。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四品炼药师在一处极寒之地侥幸地寻找到了一些冰灵寒泉，不过最后因为保管的不妥当，竟然生生地化成了白雾消散。奥托有些遗憾的道。闻言，萧炎也是叹了一口气，满脸失望，轻甩了甩头，抬头苦笑道：如果没有的话，那便算了吧，真是麻烦两位了。瞧着萧炎那失望的神色，弗兰克也是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侧过头对着奥托轻声道：真没有。拍了拍手中的那厚实书籍，奥托摇了摇头，的确没有。如果这里没有的话，我建议你去拍卖会看看吧，如果好运的话，说不定能够碰巧遇见。弗兰克安慰道。苦笑着点了点头，萧炎心中却是非常清楚，如果连炼药师公会都没有这东西，那即使自己运气再好，也难以在拍卖场寻找到那种异宝。唉，既然没有我所需要的东西，那在下便告辞了吧。有些丧气地站起身来，萧炎对着两人拱了拱手，然后便欲转身行出书屋。瞧着萧炎那垂头丧气的模样，奥托无奈地摇了摇头，沉吟了一会后，忽然出声道：等等。微微一愣，萧炎疑惑地转过身，望着沉思中的奥托：你很需要那冰灵寒泉？奥托皱眉询问道。很需要。重重地点了点头。瞧着奥托那深思的模样，萧炎心头微动，声音中略微带上了一些喜意：奥托大师，难道你有冰灵寒泉？一旁弗兰克也是有些诧异地盯着奥托，显然他同样是有些不知情。呵呵，我自然不可能有那东西。笑着摇了摇头，奥托望着脸色又变得失望起来的萧炎，不由得笑道：不过我似乎在某个古怪的家伙那里见到过这种东西。哦？闻言，萧炎眼睛猛地一亮，赶忙急声问道：他是谁？在哪？我得事先提醒你一声，想要从那家伙手中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你若不准备大放血的话，多半是没可能。奥托笑道。我尽力吧。萧炎迟疑道，在未知道对方究竟要开出什么条件之前，他自然也不敢将话说得太满。老家伙，你不会是说的是那视宝如命的古特老变态吧？紧皱着眉头的弗兰克
忽然惊愕地出声道：“就是那老变态。上次我去他那里，似乎听他提起过冰灵寒泉，不过那老家伙实在是太小气，连看都舍不得给我看一眼。”奥托笑眯眯地道：“如果他真的有冰灵寒泉的话，我可不认为萧炎能够从他手中成功地将之换取。”弗兰克无奈地摇了摇头，看向萧炎的目光中有着几分同情。那古特是什么人？被弗兰克的那目光盯得有些不自在，萧炎也是有些忐忑地问道：“那家伙也是一名炼药师，虽然才是3品，不过他的丰富收藏可是足以让的加玛帝国内任何一名炼药师眼红。”奥托摇了摇头，啧啧赞道：“他不是炼药师公会的人？”萧炎诧异地问道：“不是，那家伙性子实在是太过怪癖，明明炼药天赋不错，可却偏偏极其迷恋收藏各种天才异宝，导致一直停留在3品阶段。这种迷恋程度几乎达到了病态的地步，一旦发现别人有好东西，那家伙会立马死缠烂打，让的人烦不胜烦，头疼得很。”弗兰克苦笑了一声，看他的模样，似乎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嘿嘿，谁让你当年闲得发慌，竟然把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紫血灵芝拿出来炫耀。啧啧，不过古特那老家伙也真是有耐心，竟然为此烦了你整整1年时间，哈哈。似是想起了当年的趣事，奥托老脸幸灾乐祸的道：“唉。”无奈的摇了摇头。弗兰克满脸郁闷：“你们品阶可比他高，他还敢如此放肆？”望着两人那都是有些无奈的神色，萧炎疑惑地问道：“我们品阶的确比他高一些，不过这老家伙有个了不得的兄弟啊，在这加玛帝国，谁敢去招惹他？”弗兰克苦笑道：“兄弟？谁啊？”闻言，萧炎大感稀奇，什么人在加玛帝国拥有这般能量，居然让的2名4品炼药师都不敢遭惹？还能有谁？丹王古河呗。翻了翻白眼，奥托撇嘴道：“要不是有这个兄弟罩着，那家伙的藏宝室不知道早被人光临了多少次了。”古河？难怪。微微一愣，萧炎这才恍然地点了点头。在这加玛帝国，丹王古河的确是拥有极为庞大的能量。不过好在那老家伙虽然很烦人，可毕竟心性不坏，就是有些迂腐顽固。而且他最讨厌别人在他面前提起古河，虽然他也知道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古河的帮助，可若是一旦有人在他面前提起古河，他立马会暴起撵人。所以你可得小心点，不然惹恼了他，就算你拿出再好的异宝，也难以换到冰灵寒泉。弗兰克提醒道：“他是否在黑岩城？”萧炎紧张地问道。“在。”笑着点了点头。奥托瞟向萧炎，笑道：“你真的打算去找他？”“没办法，我真的很需要冰灵寒泉，就算他狮子大张口，如果我拿得出，恐怕也只能被他宰了。”无奈地点了点头。萧炎苦笑道：“可怜的小家伙，别人躲他都躲不及，你竟然会自己送上门去。”同情地拍了拍萧炎的肩膀，奥托转头对着弗兰克道：“那就由我带萧炎去找那老家伙吧。而且我想，你恐怕也不太想见到他。去吧，去吧，见到他顺便帮忙带一句话，最好别来我们炼药师公会，我可不想我所管理的分会变得一个人都没有。那样的话，就算有古河罩着，我也要找他的麻烦。”挥了挥手，弗兰克撇嘴道：“显然，他对那烦人的家伙还真是有些恐惧感。”嘿嘿，幸灾乐祸地笑了笑。奥托对着萧炎道：“走吧，跟我来，我带你去找那家伙。不过究竟最后能不能成，便看你自己的了。”闻言，萧炎赶忙感激地点了点头，同时心中有些庆幸，还好自己顺便来考核了炼药师，不然的话，让自己满世界的去寻找冰灵寒泉，那究竟要找到什么时候？出了书屋，萧炎紧紧地跟着奥托，随着他出了炼药师公会，一路上不断有人恭敬地对着脸色淡然的奥托大师打着招呼。而当他们的视线瞟到后面紧跟的萧炎后，却是微微一愣，目光在那代表着2品炼药师的漆黑长袍上扫过，最后有些震惊地停在萧炎那年轻的脸庞之上。显然，对于如此一名年轻的2品炼药师，他们心中颇感震撼。没有理会那一路的震撼眼光，萧炎跟着奥托在黑岩城内转了10几条让人有些脑子发昏的街道之后，
方才逐渐地在靠近城南的一处偏僻角落中的古怪建筑物前面停了下来，抬头望着面前的古怪建筑物，奥托松了一口气，转过头来对着萧炎笑道：“这里便是古特那家伙的居住地，在进去之前再次提醒一声，你最好有大放血的准备。”闻言，萧炎只得苦笑点头。